好，国际间呢，大家关心的是太检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毕竟呢，一开始的时候说不给人家和解，不给人家谈，那后来又说可以谈，但最新在军事上面的动作，你会发现全部动起来了哈。泰国呢，他们其实海军是实力还蛮不错的，现在出动了8个军舰来压境。虽然两边的战争是在他们的边境，也就是土壤接地之处，但是呢，海军先动起来了，所以柬埔寨不能弱，他们也要严阵以待，海军一样要动起来，所以全面都要做好准备。那我们刚刚讲嘛，他们其实是在接壤的这个边境有一些冲突意外。可有人说，在接壤的边境竟然看到了泰国的坦克哦，就这一辆。这是柬埔寨时报的记者，他们在前线的时候发现了，在泰国的龙哥市场，泰军部署了多辆的卡车，还有重型武器，是不是之后炮口就要对准柬埔寨了呢？而胜过呢，泰国的 F-16空袭，柬埔寨的火箭射击，双方你来我往，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要完全的停歇下来。但是对于百姓来说，已经造成了数百人的伤亡。据报啦，两国说呢，现在是因为那个地方正在下暴雨，那所以呢谁也不方便嘛，所以大家就先暂时停火。只是呢整体的局势来说，好像还是彼此都不退。好，可是现在川普告诉你，他们一定会退。突然之间这个时候觉得原来关税也可以这样用。他说了，谁不退，我就课你36%的关税。你们两个现在都还在跟我谈呢，不听我说吗？不退的话，我就考虑征收36%超高额关税。现在川普的关税呢，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台面上的筹码，又或者是武器。对于欧盟来说，因为呢，他直接已经跟他面对面的谈了嘛，所以他就告诉你了，你就是要用钱来跟我换更低的关税。谈成率呢，他认为现在至少有50%左右，一半一半啦，看你到底想要做到什么程度，诚意在哪里？可是呢，他现在也给了你一些方向比如说，他人是已经先到了苏格兰，然后去自家的这个高尔夫球场来打球，但他说了2件事情，一个是停止使用风车，人家使用风车做风力发电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另一个呢是说移民的问题这个我就比较理解了，因为他很在意移民问题，但也因为他到了苏格兰，所以呢，示威者通通的都在这边聚集了。来看看这个画面，有数百名的抗议者呢，他们现在在苏格兰的爱丁堡总领事馆外头在抗议川普，还有一些示威者呢，他们是举着一些格罩要指责川普是不是有私德上面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来到了苏格兰这里，要见的是冯德莱恩。冯德莱恩人已经到了，要跟他进行正式的贸易会谈。那双方彼此之间在谈之前，其实都有所准备。比如说，冯德莱恩他先去参加了一场中欧峰会。当然，在中欧峰会，很多人都认为是跟美国关税彼此之间有互相钳制的，所以也不认为在那边呢是不是有取到多大的好处。但现在美国关税这一战，他会如他先前所说，真的严格的在反制吗？川普的关税现在有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也有人说了，你这样子无差别攻击是违法的。好，毕竟呢，你要过关税，是不是应该要美国国会这边来同意？美国法院呢要来审理相关的关键合法性争议案，到底美国总统能不能做这么重大的决定？但与此同时，川普会告诉你，反正因为我已经先执行了嘛，执行的过程当中，我先成绩单拿出来给你看，叫做你看我赚了这么多钱3000亿，那同时呢，我也要考虑发关税红包，我要给你签这个退税的支票给你，拿到钱的人是不是你就可以感受到我川普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用的呢？只是其实民调也会说话，我们刚刚其实从头都在讲民意会给你最直接的答案。现在所看到的是川普的支持率 ，AP 也就是美联社他们说盖洛普民调呢，现在告诉你，他目前的民调大幅下滑到第2任任期就职以来的新低，只剩下37%，肯定他的表现。独立选民对他的支持度呢，已经从今年1月份的46%到7月的时候对半砍29%。所以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彬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毕竟嘛现在呢，如果说国际间的局势也能用关税来处理的话，那也许这个关税大家会对它有另眼相待的状况，因为呢，泰检现在边境有冲突，但是海军也先动起来。老讲
泰国的军力是远胜于柬埔寨，柬埔寨基本上没有什么海空军可言，它大概就只有陆军，而且陆军装备也相当老旧，是也落后，人数也不多，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真的要打全面性战争，柬埔寨当然会吃到很大的苦头。可是我不认为这个冲突会演变成全面性战争，因为双方其实都没有非打全面性战争的理由。毕竟它只是一个边境上的冲突，而且这中间可能牵涉到背后的一些利益的纠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双方是在一个表态阶段，那刚好下了一阵暴雨，那就让双方冷静冷静，然后看可不可以私底下先去谈一些东西，也许瞧一瞧，慢慢就会平息下来。那至于说川普说我要跟你们再不听我就苛征你们各36%关税哦，不会吓到任何人。你知道大家为什么吗？因为他本来课他们就有36%，根本就没有变。他的意思就我不谈了，是不是？我本来你如果说他们课63%，变63哦，对好，我还相信你你本来对泰国跟柬埔寨本来就课36%，你讲的跟没讲一样嘛。所以川普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啊，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他根本不太 care 泰柬之间的事情，因为这个不会影响到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他犯不着。你们愿意挺我当然最好，不愿意挺我那你家的事，对他来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他重点的核心还是摆在关税的贸易谈判上面，是。那当然目前的重点就是在跟欧盟，那欧盟它之间到底有没有办法谈妥？现在看起来好像氛围有点诡谲不定，对不对？对啊，非常诡谲。就是一方面，欧盟这边好像一直很想显示出善意，很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可是川普好像就觉得你欧盟让的不够多，我还要继续再吃你。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欧盟的忍受度到底到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变数还很多。只是川普也要管管他自己那张嘴，你什么办法就批评人家的风车，人家的风车到底干什么事啊？那是人家的国策，人家自己的抉择。他的国家到底会怎么发展，跟你也没什么关系。你越是这样讲，反而越容易激起人家对你的反感。反而我觉得川普这种很喜欢节外生枝、那种捞过界的这种性格，我觉得会对他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但是他自己显然觉得这个就是他身为美国总统，他身为世界领导人应该去讲的东西。我觉得他这种长期以来习惯于对所有的国家颐指气使这种习惯，非常的不好。这个会让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我看越来越糟糕。那可是现在他自己国内部的问题其实也蛮深的，他国内对他反弹越来越大，而且他当初承诺说他上任之后美国会再次伟大，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除了他在关税上可能真的会有比较大的收入之外，美国的经济有因此变好吗？没有美国经济开始呈现负成长，然后所有的不管是消费者也好，厂商也好，大家都惴惴不安，都不知道到底未来会走向什么地方。然后市场对未来可能这个整个通货膨胀，可能甚至经济大萧条的这种预测一直没有变过，所以他现在还是一直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会让非常多的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性。那当然他的支持度就不可能会太高，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从就任到现在，他的支持度是一路下滑，没有起来过。那现在越来越低到37%。你要知道他本来是过半数当选的总统，那现在一路这样下滑，显然我觉得如果川普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做出真正能够振奋美国民众的这样的改变的话，他恐怕很快在明年的期中选举，他恐怕就要呈现一个这个被人牵制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川普最好赶快想出解决的办法。就到底会不会提前掰卡啊？因为呢，再这样下去的话，他明年期中就有可能会掰卡。毕竟他现在参众两院通通是他的嘛。但回过头来请教一下厉将军呢，您怎么样来看哈？因为对于川普来说，他说要关税就可以让这两方停火，但熟知泰检边境问题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两方要能够退下来，其实也不是太容易。你怎么来看目前的态势？泰检现在来讲已经不是说边境的冲突，我们一般来讲，如果定义成边界冲突，大概就是所以冲突嘛，大概了不起就是步机枪，最多你大概就是迫击炮或火箭筒互相的攻击。现在你看三军都动了，对不对？战机 F-16出来了，对，火炮155口径是重炮哦，然后第三个海军的军舰也出来了哈，那陆海空三军都出动，那不就是战争的规模了吗？那怎么还可以说是只是一个边境的冲突哦？我觉得这个是，那当然这是泰国会动用有计划的动用这些陆海空三军
兵力，然后做一场这个准战争行为的攻势来讲的话，就是彻彻底底要把柬埔寨按在地上磨蹭，对不对？打到他会痛。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这个当然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啦哈。这个贝东塔当初就是因为电话门事件被塔信摆了一道，然后交了这个总理。他现在要回过头来，他现在利用这次军事的冲突、军事的动作跟军方结合在一起，利用国内的民族情绪跟他未来的这个总理的职务捆绑在一起，所以他一定会打到底。那据今天我看到最新的讯息来讲，泰国军方已经往前面推进了300公尺那么远，已经越界300公尺。那而且打的方式来讲，我们从两方战果来看，如果纯粹就军事来看的话，我觉得柬埔寨根本就是被按在地上打。怎么呢？你看好第一天来讲的话，柬埔寨用它的BM-21，也就是冰雹火箭炮，它攻击了什么？攻击的是医院、对平民住宅区，还有加油站。有没有打到军事设施？没有打到军事设施哦。但是我们看到泰国战机 F-16攻击的是什么？是它2个营的营指挥所，就是针对你军事目标来攻击。第二天来讲，你用那个冰雹火箭炮反击来，第二天他用155口径炮很精准的把 BM-21的火箭炮给你打掉了。那大家看一下新闻，今天有没有听到柬埔寨在发射所谓火箭炮？完全没有了，因为它已经被打掉了。那现在来讲，海军又动了，所以这次来讲，我认为说是这个这个贝东塔他一定会借着这个机会，然后重振他在泰国国内民心。激发起泰国国内的这种所谓民族主义的情绪，跟这些情绪捆绑在一起，也跟军人捆绑在一起。其实，这个塔信他们家族一直来，好几次塔信，还有银拉就是他爸爸、他姑姑都是被军人政变下台的。那贝东塔这次也差点被军人政变下台。那如果说他借了这场战争，的这种动作，可以让他跟军方可以捆绑比较近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很重要。所以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长期来讲的话，当然有牵涉到东协啦、中国啦，在这个东南亚的利益，一定迟早会停火的。但是短期之内我认为说泰国军方借着他优势的火力，一定会将这个柬埔寨打到他痛为止。贝东塔确实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嘛，因为现在也是用这个代理的总理在进行双方的交涉当中。但想要请教一下吴老师，原因是因为当川普的关税可能没有办法让他们停止的时候，但是他的关税其实现在在其他的世界当中，不但是对他自己，也对别人造成很大的一些问题跟困扰。当然，川普很自豪自己的关税我再补充一下，如果大家看 Fox News， 他们这几天一直在播，就是川普呢创造了自2017年第一任以来，美国再次的盈余2025年6月出现了大概270亿美元的盈余。比5月的230亿更增长40亿，它比去年2024年暴涨301倍。对，所以川普不断告诉自己选民说：“你看看，我用关税关税占他们盈余在第4名。对，我用关税赚了大把的银子。现在各国要跟我谈判，我们不只要赚银子，我们现在要进入他们市场，他们要干涉他们汇率。”川普告诉他的共和党选民信者恒信，所以那些35%到38%左右40%的共和党选民，他们还是。觉得美国真的再伟大这点是非常有趣的。那其实川普最近面对的，接下来会一连串的关税官司我们不要觉得他好像没有人在这个肆无忌惮在背他正他，还是有。1977年他们这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就是川普一开始4月用的这个法案 IEPA， 他就用这个来科各国家10%，还有他的贸易伴侣partner 更不同的关税。问题是这一个已经被贸易法庭上诉到上诉法院，说这个是违法，因为 IEPA 并不是让美国总统予取予求的。过去50年来也没有美国总统用这个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来科各国关税，科成这样乱七八糟，所以贸易法庭说这个是没有法理的。好，欢迎回来哈。在昨天的这个投票结束之后呢，大家想问的是，总统他到底感受到了什么？他说他尊重接受，但是呢，他觉得这更凝聚了反共护台的力量，因为公民的力量不会白费。这确认了未来我们更加要反共护台的国家方向。其实，在昨天呢，曹兴诚现身晚会的时候，他是怎么讲的？他说他认为这个结果叫做。中共渗透超出了想象，不如预期，都是因为他们对我们长期的渗透、统战还有分化，才会让这个结果远大于他们的想象。同时呢，大家也要问，
如果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说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要负责一下啊？比如说对于徐巧芯的这些指控，这个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了。那因为选完了，巧芯确实也过关了，所以很多人就去问徐巧芯，但徐巧芯说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直接讲他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认为真的是毫无事实根据，所以他强调这件事情不会因为过了就过了，他绝对不撤告。某些层面上面来说，在这一次的选战过程当中，很多人很在意一点，就是你去跟人家指责的时候，或者质疑人家的时候，真的都不需要任何的证据吗？其实这一回呢，沈伯洋他讲什么？所以回过头还是那句话，就叫做这个都是共产党想要的。如果说我们台湾人分裂的话呢，这共产党就会很开心。我们对抗升高，分裂变大，这个就是共产党想要的结果。但我们也想请问，有没有理解到台湾人现在的撕裂跟这一些区隔分大，到底是什么所造成的结果？那谁才是真正的中共同路人呢？环球时报直接的说，台湾的民意否定的是抗中谋独的路线，但其实呢，小笠原老师大家都说呢，他是这个神算之一嘛，他认为这个是中共对台渗透的进一步加剧。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次选举，当然在民进党这一边，他们面对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质疑，所以呢，对于他们明年的县市长选举，甚至是2028总统大选，可能都会有后坐力。但他也强调，这一次，因为他们打的是抗中保台，所以他们认为呢，某种角度来说，对中共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有利的局面，因为这样的说法彻底被否决了。但真的，这是所谓昨天投出来的公民力量所要展现的结果，或者是结论吗？而更多人其实昨天想要表达就一件事情，叫做我们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明天很多人很担心明天的开盘因为明天呢，现在看起来就是呢关税战即将要先排了。但是呢，对于这个川习会来说，川普来说，他更在意的是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本来的川习会说有可能是9月，现在讲了可能往后延，就是9月呢已经黄掉了啦。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9月的行程初步排除，因为他们内部有很多人并不同意这么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呢改10月或11月访中。到底是什么时候，还要好好的彼此推敲。但是呢，他们自己内部对中的政策跟策略可能会有一些的改变。原因是又换头了，这个是国务院负责对华战略，叫做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新一任负责人是他是乔舒亚扬，他呢会直接跟7楼汇报，也就是跟 Rubio 来汇报，因为 Rubio 现在呢不只是国务卿，他其实呢还是主管国安的顾问嘛，所以他们今年就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川普他想要跟习近平面对面当面的谈，而与此同时呢，中方其实持续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世界 AI 大会在上海开幕，他们就讲一句话，叫做呢，我们要成立一个团体，要一起来做一个合作组织。做的是什么？做的是帮助全球南方在这一次的 AI 发展上面不会缺席。所以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算盘跟战略考量。但是回过头回到台湾来，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国际的局势上面，我要有一些战略上面的考量？我们讲的是到底我们会在世界地图的哪一个份额上面？但彬哥对于总统来说，他可能不是这样的思考模式，他战略考量是抗中保台。这就是我觉得赖清德完全没有基本的思考反省，他怎么会得出这么奇怪的结论呢？为什么是更加确立了反共护台的国家方向？昨天的罢免的整个选举结果跟这个结论有什么关系？毫无任何关系。不然我请教一下赖清德总统，可不可以帮我们指点一下迷津？哪一点让你看出来大家就要坚定反共护台？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他们虽然一直把这整个选举的失败都归咎于中共的大量渗透啊，很多人被中共洗脑啊，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从头到尾就不是。其实这次的罢免选举只传递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选举跟什么抗中保台一点关系都没有，不就是这样子吗？多数的民众认为你们在硬扯，在硬凹，我们要去罢免或是让一个立委继续留任，应该是看这个立委本身在立法院的表现，而不是跟什么抗中保台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多数的民众认为你们在胡说八道，你们说什么这一些立委如果没有把它罢掉，台湾就要灭亡了，中共就要入侵了，是没有人相信你们这些胡扯，这才是真正的结果。结果你们居然倒果为因，在那边硬凹，
那沈伯洋更好笑说，哦，我们已经说服了很多人，我们要说服更多人。你们说服人越来越少，你们忘了这件事吗？你们知道这一次你们一堆人这25席被你们罢免里头，10几个连基本的25%都没达到，这代表什么？有8个人，他居然比他上次去选大选的时候得票率还高，得票数还高，这代表什么意思？沈伯洋，代表相信你们的人越来越少，就这么简单啊！你哪有说服越来越多？你说服人越来越少，连叶元之你们视为头号目标的人，结果呢，在这样一个罢免中，他居然赢的票数比他上次大选还多。那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们的操作完全失败了。你们这样一轮在台湾恶搞了1年之后，结果是台湾人民相信你们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所以你们自己要去检讨嘛，就表示你们那一套骗人的伎俩失败了嘛。结果你们到现在还要继续骗下去，还要这样硬凹，还不肯承认错误。所以那有什么办法？这一群人就是跟你死缠烂打到底啊！所以我就是要一直提醒大家，这一群人绝对不可轻忽，因为他们死不认错，死不认输。所以你一定要彻底的打垮他们，击败他们，他们才不得不承认失败。在此之前，他们就会一直跟你死缠烂打下去。这群人就是这样冥顽不灵到极点的人。所以我跟你讲，包括小笠原的讲法都是错的。什么叫做什么中共对台渗透口进一步加剧？小笠原教授，你根本搞错了。这一次选举其实根本没人在乎什么中共渗透不渗透，就是因为多数人觉得中共渗透根本没你们讲的这么严重，所以大家才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就是多数人民觉得这不是谈这个东西的时候，台湾有更多的严峻的考验需要去面对，比如说马上就要来的关税，比如说我们正在发生南部这些灾情。这一次现在罢免完了，请问一下，民进党到底要不要去救灾？政府到底要不要去工作？那接下来面对台湾很可能的高关税，请问一下，政府到底拿不拿得出办法来？在野党都可以拿出东西来，请问一下，政府的实际作为到底在哪里？请教一下厉将军。我觉得这次民进党他真的是没有任何方法，没有牌可以打了。他最后他只有说用这个抹红的方式是唯一一招。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曹兴诚还在那边怪中是大罢免失败是中共渗透了。我特别要讲这个民进党来讲的话，这些青鸟们抗中保台，你抗中无方你抗什么中啊？这个从赖清德上台到现在为止，解放军总共对台湾实施3次的大的围台军演，2024 2次，2025年初就1次。那我们有什么回应的方式？一点回应方式没有，毫没有方法可以回应。那保台你有什么方法？我们看到保台的方法就是沈伯洋去卖他的黑熊包嘛，这个卖他黑熊包，趁这个机会捞钱。然后我们看到汉光演习，只会想要借着打城镇战，然后把人民当做这个肉垫，当做肉盾来保台。另外来讲，救灾无能，你救灾这次台南这次救灾，我们看到这个经过1、2个礼拜了，只听到讲的那些话，只有让这些灾民更加的气愤。什么这个郭国文的有啦郭国文有，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国军要爬屋顶，要自己爬了，国军在演习，没办法来救灾帮你们了然后青鸟在讲什么？青鸟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搞大罢免，就是在救灾，然后要救灾，你阿贝你自己去。我们听到都是这话，救灾无能嘛。最后我们讲施政无成。赖清德，你施政的当了总统1年多以来，你告诉我哪一条你施政有了？不管是能源的政策，对不对？或者是说少子化，或者帮助年轻人就业，我们看到紧接着面对美国即将关税要来的这种大棒即将挥下来，你现在来讲，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施政的成效。你告诉我们嘛，你当的是1年的总统，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成效？我们看到的只是不停的招野在恶斗，立法院跟这个行政院不停的那种套路不停的来，对不对？立法院这个送出去的案子到行政院就复议完以后，不行以后在这个释宪等等都一直是这样，没有一个福国利民的法案可以通过，然后不停的就是造谣抹黑，难怪这个徐小新他说不撤告因为这个曹兴诚对他说，他是这个把他抹红，他不撤告。其实我不只是徐小新不撤告，我自己本身我都要开始提告了因为我觉得不能容忍，我一个军人，对不对？军人来讲，荣誉是我个人生命，你不能随便的借着我们讲什么话，你就故意将我抹红。所以说，等到这次过后，下个礼拜开始，
我也要正式对某台的某名嘴正式来提告，因为你就是抹红我，你就是污蔑我，你就是辱骂我，我绝对会提告。好，但我们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哈，因为其实，在选举完之后，当然以前在其他的地方很少看到这种全面性的罢免嘛，所以呢，这次很多人是很关心台湾的。但我们也想知道的是，外国的学者到底怎么样来看？因为他们分析一些东西，在我们看来觉得，我们的感受不是这样，您会怎么样看？其实台湾的内政，不管选举受到这个国际因素影响是非常深的。坦白来讲，这种国际因素影响国内的选举结果或者罢免结果是有迹可循的。我们从蔡英文在选举这个连任的时候，那时候香港议题也好，赖清德的时候这个共军的议题也好，问题这一次的时候，问题他说抗中保台，问题是危险从哪里来？我们在想说这一次共军造成我们什么危险？让人民更有感的是什么东西？坦白讲，这一次刚才两位先生都讲了，我们更有感反而是关税。那集资而来的就是一个关税议题，让我们人民的荷包有问题，荷包有感啊。那假设这一次大罢免大成功，我要再讲，延续我上一个部分。假设大罢免大成功，那最有感就是国会，他把国会反对党的力量拿掉，让整个反对党力量拿掉之后，他更可以什么执行他的对外政策跟对内政策。那随之而来，美国的要求你开放市场，降低汇率，我们将没有什么招架之力。假设大罢免成功，执政党掌握了国会，好，那这样我们来看，基本上在政治学我们一种理论就是，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应该要有双层理论。简单讲说，我们谈判代表去谈判完，或要签什么条约，回来要告诉国内的选民说，我们弄了这些东西，接不接受？不接受，我们要再去谈啊。你把国会拆掉了，大罢免大成功，国会结束了，那这些东西都不用做了，对，他就非常顺的做他的所谓的以美谋独。所以这一次抗中保台失效，并不是我们讲的，它有迹可循，但是它是个结构上的问题。美国造成台湾的有感关税，反而是让这次大罢免会失败的原因。这最大的危机是来自于川普的关税啊。举几个例给各位听。我们现在在讨论说，接下来要开关税，开多高或多低。有人说哇，10到15是我们大胜利。请问10到15是大胜利吗？我们要开放市场多少？根据鸡肉业者表示，我就不讲了，那个鸡肉业者他们是哪一个？非常大的那个。美国冷冻鸡肉大概是台湾鸡肉的60%批价而已。如果我们准入美国冷冻鸡肉进来，你在夜市所有的鸡肉、鸡胗、盐酥鸡都是美国冷冻的，你要吃到我们的温体鸡肉很少，猪肉也是一样。温体猪肉以后美猪全面进来，我们的温体猪肉会变得很高价，非常昂贵。各位老百姓啊，如果这是大罢免大成功，我们将没有任何的抵抗的力道啊，在国内的国会部分，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所有的我们讲的有良知、知道要保护自己荷包的老百姓都跑出来投票的原因啊。所以我要在最后讲的就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面对国际的压力，我们知道做出如何的应变，而不是一句中共同路人就可以把大家都洗脑。其实呢，在国际间，大家现在也在看，因为呢，对于川普来说，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想要跟习近平好好见上一面，两个人好好聊一聊。那这之后，美中台三方的关系会是如何？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说。上有很多的战事冲突，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缓解下来。就是这几天泰国跟柬埔寨又有打起来了。但对川普来说，似乎他的字典只有一个字，叫做关税，永远都是万事灵的，万事都可以解决的药方啊。所以当川普出手，他要促成泰柬可以和平停火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们现在呢，正在都跟你们双方谈关税，你们必须立刻停火，包括跟泰国的代理总统普谈通话，还有柬埔寨的总理洪马内通话，说你们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否则我要科你们关税，惩罚高达36%，如何？哇，什么都要用关税来这个解决。不过呢，因为他这样喊话，双方的代表都说，感谢川普，但是继续打。所以昨夜这个晚上还是连绵的烽火没有停过。那和平繁荣停火，他虽然川普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恐怕是没有那么容易。被说是不甩川普吗？昨天继续又有交火进入第4天，同时民宅还被击中了。一次交火上午9点来自于柬埔寨的炮弹击中了民宅。那当时是没有人
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目前为止，在泰柬边境至少有33人丧命。我还听到我在泰国的华人朋友告诉我说，柬埔寨边境的人民还到泰国来救治，因为柬埔寨的医疗资源真的比较差，但他们认为大概受伤都是平民啊，所以仍然人道上要给予帮助。但泰国呢，加派了两架的施救战机增援 F-16，瑞典战机、美国战机全部都飞来。那这次代表说他们在军事任务上仍然必须很强硬的继续进行下去吗？那泰国的海军还出动了8艘军舰，要压进柬埔寨的海岸线。那对于说柬埔寨军队全面戒备、坚守什么公省周边海域呢？现在形成了一种压力。那甚至传出来，泰军表示有100名柬埔寨的士兵在前线阵亡，2天爆发了10起的边境冲突，一直没有停过。这个炮弹声，当地的媒体所报道，也是一直不断的进行。泰国准备要从柬埔寨撤侨，这也是一个对于侨民的准备。他说，要求外交部制定泰柬公民撤离计划。除了泰国要撤侨从柬埔寨离开，那也有3万名柬埔寨人紧急啊！我看大包小包的画面，这个家当都在身上，想办法要回国，回到柬埔寨。2个国家的战争最残酷、最倒霉的，永远是最基层的人民老百姓。那么还有民航机也因此都要改道，或者是把航高给提高。例如新增的飞航限制空域涵盖了包括西部的拜林啊，这附近的区域，民航机不得飞低于1200公尺，否则会进入这个潜藏的危险空域，互相炮火没有停过。那泰柬的边境冲突，中国驻泰国的大使也是呼吁公民避免前往交战区域。那战火外溢的情况之下，连隔壁的辽国也被误设村庄，造成了多户的民宅的受损，那引起辽国也不高兴，你们自己打自己的，打我们干什么？那也引起了各种的声明啊，说这个是柬埔寨发射的，不是我们泰国。但这样的冲突延烧第三国，10名柬埔寨的武装分子还非法越界，不断的传出来，那还缴获了枪支啊、手榴弹啊等等的。对于其他周边的国家来讲，也没有办法安心。所以泰柬这次的冲突，虽然川普说，哎呀，用关税他们就可以停，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容易。泰柬之间的冲突还可能演变成局部战争，也就是说战争可能升级，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洪森自己作死嘛。洪森作死的行径，我认为赖清德可以好好的参考。我来说明一下好了，泰国跟柬埔寨是中南半岛里面的邻国，尤其大家涉及到那个争议点，就是博威下古刹。这是2个国家几十年来在争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可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因为贝东丹年纪轻要去扫荡电信诈骗跟所谓的地下博弈，而且正好踩到了洪森的利益，所以洪森就布了一个局，才产生了电话门事件，最后造成了贝东丹现在被暂停总理的职权，由他们维泰党另外一位大佬，原来的国防部长普坦来担任代总理，而又产生了洪森在争议区里面埋地雷，造成了泰国的巡逻士兵踩到地雷受伤，其中还有1个人截肢，所以引发了战争。可是我告诉大家，战争啊，2个国家的钱袋是有多大？泰国的经济总量就 GDP 是柬埔寨的11倍多，泰国的每人所得8000块美元，柬埔寨的每人所得才2500块美元。最重要的是军事的力量，泰国每1年的军费支出70亿美元，柬埔寨多少？6.5亿美元。双方的军费差距这么大，尤其是现代战争最重要的空军与海军。泰国本身它不但有买自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它也有美国的 F-16战机。而你知道柬埔寨最好的战机是什么？是老苏联时期的米格21呀。所以整个的空战，柬埔寨根本不是泰国的对手。
至于呢，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海军的问题，两个国家不是邻近吗？同样的濒临泰国湾，现在只要泰国派了他的军舰去封锁住柬埔寨的出海口，柬埔寨什么贸易啊、关税啊都不要谈了，货品根本卖不掉啦。而你知道啊，柬埔寨的海军啊，只有巡逻艇，根本没得打。所以这一个战争对泰检来说，泰国具有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洪森去惹出这么多的纠纷，制造出来这个局部的战争，甚至战争还可能升级。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刚刚出面协调，没有结果。中国现在还考虑到底要不要介入协调。川普现在也放话了，可是仍然想到的只有关税。我讲过了，只要柬埔寨的出海口被封锁，什么关税没有任何的作用啦。所以这一个不就是洪森的作死吗？大家想想看，两岸的差距这么大，想想泰检之间的差距很大，你就寻求和平，你就不要挑动冲突，你就不要作死。柬埔寨大概只有挨打的份，因为柬埔寨跟泰国之间呢有817公里的这个边界线，北边包含北边，柬埔寨的西边也是泰国。换句话说，这个柬埔寨被泰国半包围，形成了这个一个直角一样。那现在我们可以看这个为什么柬埔寨是挨打的份呢？从3个来看，第一个，这个整个的国力的结构啊，柬埔寨就是太弱了。你看它的这个经济力，泰国是柬埔寨的12倍。你柬埔寨怎么样？因为打仗就是钱啊，经济力量，泰国是柬埔寨的规模的12倍。那这个人口数，泰国是柬埔寨的4倍，4倍人口数，你这个人口的数量也是泰国这个完胜。那来看国防武力，国防这个军队的人数，泰国是柬埔寨的3倍，那怎么打？那国防预算呢？国防预算，泰国是柬埔寨的5倍。你这个柬埔寨怎么样去对？整个是小对大，你这没有办法，你这个螳臂当车。第二个，柬埔寨已经够弱了，他还战略部署错误。柬埔寨几乎是没有空军，他竟然把防空飞弹放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来做金鸡的防卫。你可以移到前线去啊，你防卫金鸡嘛？那前线要打仗，你防卫这个首都干嘛？他是说，所以前线呢根本没有防空武力，柬埔寨已经没有空军了，前线又没有雷达，又没有防空飞弹，那你怎么打？所以泰国派 F-16炸柬埔寨啊，泰国也派施鸠战机炸柬埔寨啊，柬埔寨毫无招架，只能目迎目送，看泰国的军机进来，看泰国的军机离开，那就挨打的份嘛。战略部署错误，这是柬埔寨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三个，我认为这个柬埔寨还在用越战的模式打现代的战争。越战是60年前的战争，他现在还拿了火箭炮，60年前的火箭炮，还有冲锋步枪。柬埔寨这样子，柬埔寨没有无人机耶，怎么会这个样子？泰国用无人机，泰国用战轰机炸柬埔寨。你看柬埔寨整个的这个作战模式，这个柬埔寨就是因为这3个短板，让他毫无招架之力，只有吃败仗的结果。我们也要看泰国国内政治啊，因为现在这个贝东丹已经被停职了嘛，那他马上要提出他的这个申辩。可是呢，现在的这个代理总理呢，叫做普谭，他是一个他是Thaksin 的一个追随者，长期追随者。那所以他现在的等于是代理这个 Thaksin 家族来看守住这个政府。那他现在的策略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虽然他说他希望谈判，他可以接受和谈，可是两手一摊，他说他没办法掌控军队啊。那他这个军方跟塔克辛家族长期不和，最早2006年就是军方把这个塔克辛拉下来的嘛，是推翻的嘛，所以他这么一说没办法，那战火就停不了，最后还是要让这个柬埔寨让步嘛。
在开票，其中一个网络媒体他在开票，本来是唐湘龙跟陈凤馨2位媒体人主持的，结果临时被换成了谁？换成了黄伟汉、同业还有王时齐，跟3立我们的友台合作。结果呢，最后黄伟汉就在节目上，这个王时齐问他说：“你现在不是黄伟汉，是绿伟汉吧？”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最后他做出了对于罢免结果的结论。他说：“大罢免大失败，民意的展现是不支持大罢免，不支持民进党，不支持赖清德。”赖总统接下来要慎重考虑是否主动会见在野党主席，召开国事会议，还有内阁改组。那当然，我们从赖总统的发文里面看不出来有这个可能性，但外媒怎么看台湾？的确，外媒有很多我看起来蛮容易因为这个罢团的用字遣词也一起认定了这些要被罢免立委叫做亲中立委。所以当赖清德谈民主不得民心，这个是来自于网络上灌爆的留言。脸书的粉专上述大人曾基林他说，一边压人取供，一边发文喊民主，一边搞仇恨大罢免，是他看过最恶心的执政党。斌哥讲赖清德的声明太长了啦，帮大家整理懒人包，失败关我什么事？林北要继续跟在野党对干。大罢免受挫之后，外媒很多的形容说，选民这个来自于 Bloomberg 美联社的报道呢，就比较符合这个外媒观察的角度是，选民偏好权力的平衡，民进党不能只卖芒果干，这是一场投票结果对赖清德领导民进党而言的大挫败。美联社说，开票结果冲淡了民进党翻转权力平衡的希望，赖总统推动政策的难度将更进一步的上升。日媒比较多是掰引关于罢团他们的主张的，说民进党像产经民进党惨败，抗中保台路线被否定，因为他全部主打抗中保台，就是说亲中的立委没有被罢掉，但他们没有去脉络化了解到底是不是谁亲中。而外媒看大罢免大失败，还有《纽约时报》，他们说以台湾罢免行动熄火，赖总统受挫当作报道的标题，指出大罢免失败呢，对于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民意的警钟，更是这个反映出民众对于罢免工具的警觉，不是作为政党攻防的手段啊！你选输了就可以把它用罢免把它翻转吗？纽约时报认为它是失败的，所以大罢免结束了，其实还有823呢。下一关我们其实台湾要面对的各种的压力问题，能源啦、环境问题啦、关税还在盖牌呢。8月1号之前，我们到底有没有机会知道我们到底关税这一次要让多少？川普再次的说，基本上有200封信要寄出来了。在关税信里面，可能缴10%、15%，也许少一点不知道。但这里头到底有没有台湾？如果是15%，他上次讲了，你要关税低一点可以啊，那你就要拿钱来买。我们还要买什么？不知道。有一位志工，这罢免志工在台上呛的是什么？大家要选30%的关税，也是尊重啦。那在脆上面还有发文大家都笑，原来这个关税是有可以我们自己投票选择的那不是我们政府应该要代表台湾去争取这道防线吗？开始牵拖崩溃了，关税不是政府出去谈的吗？网友大家都是很理智、很聪明，不好骗的啦。大罢免结束了，在野党喊公布台美关税的税率，行政院回答有新进展会随时说明，那会强调守护国家利益、守护产业利益、守护国民健康，食安不会放，真的吗？我们等着看，确保粮食安全，我们的竞争、我们的产业不会被毁灭吗？但我们就等着谈判结果到底是什么。以日本来说，那么他强调5500亿的美元投资计划嘛可是当中谈到了台积电他说那我们这个台积电的资助案就可以当做投资美国的一环，台积电也当成利益的筹码。那还有美日的贸易协议呢，被美国的经济学者，这是克鲁曼，我们大家都读过他的书，他的烂苹果经济学，他说这次的美日的协议就像烂番茄上的0分一样。他认为川普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最后呢，所谓的外国支付的关税将会让美企承担后果，面临成本急剧上升的最惨的结局。而韩美的贸易官上次不是这个李在明想要去嘛本来想要跟川普见面被拒绝，后来官员要上飞机之前被放鸟那这一次是终于
谈到深夜达不成共识，见了面，两国的部长及会议前又继续提出方案。副总理决定下周要访美，但我们真的只看到郑丽君啊等等的来来回回，我们看不到有进一步像这样公布官员前往会谈，谈的是谁，我没有看到这些资讯。而欧洲也一样，欧美要拼达成框架的贸易协议，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今天跟川普见面，但川普先放话，你们皮要绷紧一点呐、这种也是非常傲慢的一个态度，说我有20个卡关点，你们必须要妥协。川普的贸易协议只能活到明年6月吗？这算是一个想象，美好的想象，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这是来自于投银的一个公布的最新的投资的评估。他说呢，征收关税的权利其实最终权利还是属于国会，国会必须要同意，并不是总统。所以依法来说，很多提出的告诉将会在最高法院明年6月就可能会判决出来，那这些判决的决定呢，就会认定这些关税都是违法，所以6月就可以解除警报了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这么的乐观。喂，在前一段时间，蓝坤生戴天府的对于台湾国运的签诗里面就有一句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描述赖清德执政之下，台湾真的叫多事之秋。所以将军讲的对啊，大罢免大失败以后，如果赖清德真有反省之心，真有负责之意，他应该回过头来好好的解决台湾目前所面对的各种难题嘛，内外的难题嘛。可是问题是赖清德就是个草包啊，他有治理的能力吗？没有啊。那没有治理的能力，又想要大权，权力一把抓，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就加强掌控。所以我认为啊，以赖清德从昨天到今天的反应，很明显的，大罢免大失败之后，他会更往前，用更高压的手段去控制台湾，去控制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会利用司法检调进行罗织，会用行政警察去不断的查水表，所以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有所认知。好，那至于谈到关税的问题，我得到的消息大概是在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大概周3左右，可能就会公布台湾的结果。那台湾的结果是什么呢？很明显的，美国是有配合台湾进行盖牌，可是美国配合你台湾盖牌，台湾是要付代价的，不是无偿的。大家知道吗？日本在他720参议院改选之前，他其实已经有谈判的结果了。可是呢，因为美国配合了日本盖牌，以免影响720的选举的结果。726不是，这是日本哦，日本日本对。那日本呢？美国配合他盖牌，付了什么代价？大家看到白宫流传的那一张黑白照片，川普桌上的，很明显的看到，原来谈的日本关税若由25降到15，他要付出去的投资基金原来是4000亿，但是因为美国配合盖牌，所以川普在上面改了一个，变成5500亿美元哦。另外的，本来投资很合理的55分账嘛，可是川普一改，改成了9:1，美国独得利润，投资利润90%，这就是强盗嘛，这就是土匪嘛，这不叫投资，这个叫做把钱送给美国去挥霍。所以美国这次配合台湾盖牌，726以后，大罢免失败了，但是台湾还是要面对现实啊。所以这时候会不会再加码？我所知道的，在726以前，其实郑丽君的团队第4轮去谈，已经谈出了4000亿嘛，就台湾、日本、台湾、韩国3个原来都一样，4000亿美元嘛。可是因为美国配合台湾盖牌，仿日本的模式，很可能台湾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个更大的代价会增加到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也可能到最后跟日本的情况一样9-1啊，把钱给美国去花，给川普去挥霍啊。所以不要只关切到那个关税的数字，关税的数字很重要，但是你为了让这个数字降低，台湾要付出去的代价，包含台湾要设多少的投资基金，要跟美国采购多少，台湾要市场准入，开放哪些市场，尤其现在大家很关心农产品啦、汽车啦、基改食品啦。如果基改食品开放，那当然影响台湾的食品安全啦。是。另外还有美牛跟美猪的开放以后，美国会要求你取消非关税的贸易障碍，所以以后不能标示啊。一旦不能标示，跟台湾本身的猪肉、牛肉就没有办法区隔了。这对于台湾人民的食品安全是一个多大的挑战，这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焦点。朱老师，其实企业界本来不见得关注这次的罢免投票，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计，都快活不下去。可是到后来真的不得不，因为在黑箱之下完全没有办法因应策略。接下来您的观察跟分析，认为最快8月1号也快到了，马上时间就要到，台湾可能要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现在很让人担心，就是说韩国现在还没有结果出来，因为你看美国这个川普政府在处理日本跟韩国的时候，他就是用日本跟韩国相互竞争啊，韩国的这个提出来条件他不满意，他就先放了日本，让韩国有压力。所以现在韩国还没有出来，那台湾也没有出来，他会不会也用韩国来给台湾施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观察的，因为韩国为什么没有谈妥？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邱委员所谈到的，韩国出价是1000亿啊，美国要求是4000亿啊，所以这个1000亿跟4000亿之间斗不拢，所以现在川普政府的做法是什么？本来说是贝森特要跟韩国的这个副总理谈，贝森特90分钟前告诉这个要上飞机的这个副总理说，对不起，他要去英国了。那接着又是要跟这个韩国的这个总统室的这个什么国安保室安保室的市长要跟卢比欧见面，也没见成。他用这样子的方式。那现在因为我们赖政府并没有告诉我们大家说，到底郑丽文在对不起，不是郑丽文，是这个我们的郑丽君在美国的这个谈判到底见了谁，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川普到底对于台湾目前实际上具体的处理方式是如何。但我认为韩国跟日本之间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什么？因为现在大概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关税大概就落在15跟20之间。但是对于台湾跟南韩来说，谁在19，谁在15，这个还是有差，因为我们两边的产品同质性太高，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成为15，韩国希望他们成为15，那就变成两边要竞赛。所以这个里头，我们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机会，或者说能够不要我们出了大价钱，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更糟的结果。我觉得这个里头政府一定要先有盘算，而且还有一点要对内要开诚布公，因为如果你没有让大家觉得说你让公众充分的了解，不要忘了川普都是切香肠的，今天谈完还有一部分明天再谈。比方日本现在汽车谈好了，钢铝还没谈，稻米还没谈，台湾会不会也是这样？谈了猪肉再谈稻米，或谈了稻米再谈猪肉？那如果你政府没有开诚布公，没有让在野党有充分的了解，那结果是什么？你出来第一个方案，大家群情哗然，那你谈不下去了，结果你反而让你的谈判对手掌握到你的弱点。所以我认为不是说一切都盖牌，到最后摊出来大家被迫接受，在这个过程里头怎么样公开透明，让民众充分的了解，我认为是谈判成功不可或缺的一个程序上的要件。就是完全黑箱嘛，所以所有的产业企业是没有办法来得及准备的。我们不知道可以有哪些方案可以因应，以至于大家才会这么的慌张，马上就要公布了。这是台湾另外一个灾难吗？将军，我认为这个赖清德的抗中保台这个牌啊，失利了，失效了，不管用了。那现在这个是躲避治国无能呢？是不是呢？我们现在来看，现在对台湾最重要的就是关税，对美的关税。
那对美的关税如果是好消息啊，在大罢免之前呢就公布了，那他现在一直延到大罢免之后，以免对大罢免的这些行情会有所影响。那我认为遇到了困境了。如果是好消息，提前公布；如果坏消息，延后公告。那现在采取的是延后公告。那我们现在看呢，现在就是说我们有3个外移出去了。我们除了资金外移1650亿美元啊，就是5万亿的台币，5万亿台币的到美国去了，因为台积电带走1650亿。然后现在还有3个外移，第一个，这些台积电过去的，包含我们晶片的尖端技术也到美国去了。那我们台湾尖端技术没有了，也到美国去了，我们这边被稀释了，这样我们台湾的生意难做，钱难赚了。第二个，工作机会出走了，工作机会到美国去了，这10万到20万的工作机会是为美国人创造的，对台湾过去移民过去非常少数，那是美国在地的工作机会增加了。那我们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还有未来吗？这些以前都讲到的这些电子新贵、高薪的这些人都到美国去了，怎么办呢？第3个，税收利润减少了，你到美国去了，税收交给美国政府，利润交给美国政府，还不能够汇回台湾的极为有限。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呢，我们两岸关系都没好，台美关系、台美的关税又没搞定。两岸因为我们对中国大陆是属于顺差，对美国也是顺差，在去年2024年顺差649亿美元，都2大顺差的地方。结果现在呢，这个跟中国大陆关系搞不定，跟美国税收也没有谈好。我看台湾这方面的企业啊，我认为生意难做，钱难赚。